专案控管过程当中啊，需要跟别人协作，把事情交出去，但是交出去之后呢，对方没有办法在时间内资料回来，或者是丢回来的资料没办法去做使用，该怎么办呢？这时候造成他很大的一个困扰。请开启下面的小铃铛，打开全部的订阅。这件事情啊，其实跟沟通、跟专案管理、跟目标管理都有关系。我今天然后前往一个目标，在走的过程当中，大家要做 A、要做 B、要做 C 这3件事情。可是他交代 A、B、C 做了之后呢，东西都没有回来，他就是暴跳如雷。就想说，为什么大家都不回来？这个时候应该要第一个反省的事情是自己下达的指令以及目的有没有讲清楚。因为有可能是分享给 A、B、C 3个人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大家根本没有在同一个目的上面，而导致没办法达到各自的目标。纵使交回来的东西也不能够去做使用。那你可以做的事情啊，就是第一，你要去明白自己在交代事情的时候有没有讲清楚目的这个环节。第二呢，是你在交代的时候呢，有没有讲清楚你交代要收回来的这些东西，它必须满足哪些的规范的存在。因为啊，这样子可以帮助大家可以在有效的时间内交出东西出来。那这时候就会延伸出第二个问题，有些人啊，他就是不想要照时间交出，他很常拖延。如果你是专案负责人的话呢，其实你就有点像是领导人了。有时候啊，大家会拖延的原因是因为害怕交出来的东西呢不是你要的，或者是不是你心里满足的东西，害怕被骂。所以啊，你应该要柔软的姿态告诉大家，我们先把东西交出来就好了，先把东西交出来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再慢慢的修正。所以啊，我在带团队的过程当中，我很常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先执行，再来迭代。迭代啊，是在程式开发过程当中呢，常常用到的一个语言。它的意思就是说，不会有完美，而是慢慢的让版本1、版本2、版本3，让大家来达成到最后我想要达成的那个产品。这个过程叫做迭代。也一样的，当你在交代一个专案给大家的时候啊，要让大家有这个想法，不要让大家有一口气到位的思考模式，尽可能让大家认为说每件事情都可以慢慢的迭代推进，总是比完成重要。如何让你的专案呢推动且有节奏性的推进，是每一个领导人跟专案管理的人员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今天如果你是专案领导人的话呢，你的职责是协助大家去推进跟推动。这个时候你要做的事情就是：第一，拉起大家的共同目的；第二呢，是让每个人都清楚知道他所要交付回来的事情的标准规格，尽可能让这些标准规格呢比较明确，交回来的东西呢比较能够共同的使用。如果你这2件事情都做好，大家交回来还是有问题，那该怎么办？噔噔，有一个很高的可能性就是你自己对这个专案的目的以及目标给搞错了。记得我在讲 OKR 的时候有提到一件事情吗？为什么你的 OKR 定出来之后呢，你的目标开始执行了，但是你的成果跟你的 OKR 并没有一个整合？原因就是因为你可能目的跟你的关键成果根本在一开始就想错了，导致你后面整条歪掉。这个时候啊，如果你是专案领导人的话，你反过头来应该要去省思一下自己对于这个专案的目的，以及呢你的关键成果所定制出来的目标到底有没有正确？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个环节。所以啊，今天如果你交代事情下去，大家动不了的话呢，可以从这几个角度去做思考。当然了，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协作对象呢特别的没有负责任，或是特别的跟你作对。那如果是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呢，我们就会采取下一个的思考术咯。来，如果今天对方是真的跟你硬杠着作对的话呢，你要去思考一下，到底是不是他的个性就是这个样子，还是他可能是什么呢？他可能是之前在跟你合作的过程当中，发现到有一些磨合并没有做好，所以他现在根本就讨厌你在做这件事情，要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去做讨论。那有一种可能是他过去的经验或是他过去的教育，让他形成一种没有负责，或者是他不想要做好事情这个个性的话，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呢，就要赶快去换一个工作成员哦。但我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那就是遇到任何的问题跟困难呢，不要先去指责别人。记住，当你指责别人不好的时候呢，其实你有4根手指头在指责自己。所以啊，比较好的一个做法就是遇到任何的问题，都先反省一下自己可以怎样做得更好，然后啊，再去思考一下怎样做得更好的过程当中啊，你可以具体执行哪些事情。所以有时候我自己在写所谓的这个自我成长的心得的时候，我会问自己这4件事情，也帮助到大家。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在这个专案当中，我做对了哪些事情。好，为什么要问这件事情？是因为很多人呢、做对事情有时候是懵到，好，所以你做完之后你没有检讨啊，你就会想说哇，糟糕了，那下次就又做错了，为什么？所以啊，通常我会问自己第一件事情为什么做到，第二件事情我会问说做到的这件事情啊，下次怎样子更好？因为啊，我的人生哲理很简单，就是每天要比昨天好一点点。所以啊，我这次做到了，我也清楚知道我怎么做到，那下次我要怎么做得更好？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这一次我做了哪些事情呢？做得不够好，好，或者是哪些事情我可以去修正的？来，这个时候啊，我不会讲说自己做得很差，原因是因为我认为每件事情都是可以迭代、可以修正的。所以这一次做得不够好，代表我下次有更好的机会可以做更好。所以先把它列出来，至少知道自己可以改进什么事情。那第四个问题就是，这一次我做不好的事情呢，我下次怎样把它做到好 ？OK， 当你这样子每次做完一个专案，或是你每天都有给自己这4个问题不停的去问的话呢，其实你就踏入到 Better than yesterday， 每天成为更好的自己这一个生活 CEO 的准则哦，跟你去做分享。那这一集当中啊，就是在跟大家讲这一个议题哦。有时候你遇到的困难啊，都是因为你的反应所创造出来的。所以啊，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先停下来想一想，我该怎么反应，才可以去解决这件事情哦。好，那希望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我是马克凡，我想跟你分享这一切东西呢，其实我都写在这个我的自己的书里面《关键思维》当中，你可以来看看书，希望对你会有帮助。那今天呢，影片呢就介绍到这边。我的影片呢会在礼拜1跟礼拜4的晚上的9点呢进行一些更新。我们下次见，拜拜。